大家好，今天来介绍一个跨平台的免费即时翻译的工具 Crow Translate， 也就是乌鸦翻译。它是一个开源于 GitHub 上面的一个跨平台的即时翻译。那它是使用 Qt 这个环境来开发的，目前可以在 Windows 跟 Linux 的系统里面来执行。很可惜的，似乎是 macOS 没有办法来运行。那这个翻译的工具呢，就是可以让我们在阅读文件的时候，可以马上的做英文或者是你不熟悉语言的即时翻译。它目前提供了117种语言，甚至于 Star Trek 里面的克林贡语，它也提供了。当然，我们最常会使用的应该就是英文啊、日语啊这一些。但是如果说你也是学习一些欧洲的一些小语种的话呢，它其实通通都有资源。那它查询以后的结果呢，又有3种模式可以来做呈现的方法。比如说可以用它的主视窗的显示，或者是用悬浮的视窗，或者是用系统的通知，它都有资源。因此在阅读 paper 的时候呢，它可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小帮手。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它执行的状况是怎么样子。好，我现在画面上已经开启了一个英文的 PDF 的档案。那它最简单的使用方法就是可以我们选取了一段文字以后，直接点击它的Hotkey 比如说我们要马上做翻译的话，它的 Hotkey 预设是 Ctrl Alt 跟 E。那当然这个按键都是可以自己再来改变的我们来看一下。好，那这个目前就是它已经帮我们直接把英文呢翻译成这边是翻译成的是简体中文的那我们把它点一下变成繁体中文，那它就马上就变成是繁体中文的。那如果说你希望它马上变成日语呢，它马上也就可以直接马上就可以变成是日语。然后同时呢，它也有直接可以做语音的一个发声我们来点击一下。ステートレスでいることは、マイクロサービスの重要な概念であるモジュールの自給。那这个当然就是说你要语音的话必须要再去额外安装一个 TTS 的一个语音的引擎才可以我们等一下在后面安装的地方再来特别讲。保持无状态符合微服务的一个关键概念，我们模块的自给自足。好，那么刚刚这个是简体中文的语音的功能。那它目前这个窗口是使用主视窗的方法来呈现的我们可以点击右下角的这个齿轮来变更它的一个主窗口的一个显示的方法比如说它这边有一个翻译模式，我们可以把它改变成是比如说悬浮窗口。好，那我们按一下确定。好，我们把它关闭然后我们再来翻译下一段。再按一下它的 Hotkey， 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悬浮视窗，它会设定成是透明的形式那因此我们可以再找另外一段再来翻译的时候，它就又会马上就显示在你游标的附近那这样子比较不会影响呢阅读这个文件的一个视觉，比较不会有这种干扰的状况。那它这个就是目前简单的一个使用的方法。Crow Translate 除了提供即时翻译跟语音的功能以外，它也提供了 OCR， 也就是光学辨识的功能。那我们可以简单的来做一个示范那当然这个 PDF 里面我们是可以直接选取文字的那现在就是做一个示范，就是如果你有碰到了没有办法直接选取，或者是要去辨识图片的话，我们可以直接用它的 OCR 的功能就是只要按下 Ctrl Alt 跟 O， 那这个 O 就是对应你 OCR 的 O。那你看到了这个矩形来提示以后呢，你就可以在你的画面上面呢去选取一段区域出来比如说我们要选取这一段区域。好了以后呢，你还可以点击这个圆形来放大或是缩小这个选取的区域。那如果确定了是这个区域以后呢，你可以做 double click 或者是按下 Enter， 它就会马上做光学辨识，然后呢就可以直接做这个翻译的处理的比如说我们把它翻译成是繁体中文那有一些有问题的部分呢，你当然就可以自己再做一些调整。那这个就是它的 OCR 的功能。Translate 这个工具呢，我们有2样东西要安装。首先我们就先来安装 Crow Translate 本体。那当然就是到 GitHub Releases 这一个连结里面，或者是到它的官网去直接做下载比如说这个是它的 GitHub， 我们找到这个 Releases，
之后，这里面就有你需要的各个版本哦，你去找到你要执行的、要下载的一个档案哦，就可以直接把它下载下来哦。比如说我们 Windows 的话呢，我是下载这个 Win64.exe，那要不然你也可以到它的这个自己的网站里面去做这个点击这个 install 哦。好，那除了这一个Chrome Translate 本体的系统要安装以外，我们还有一个就是这一个我们的语音的引擎哦，就是这个 Test Data 这个网页哈、哦，我们进到这个 Test Data 这个网页以后呢，一样点击这个 Releases，然后可以下载这个最新的版本哦，这个 source code 点 zip。那因为这一个 source code 点 zip 里面哦，有所有117种语言的这个语音的引擎哦，所以它下载起来呢，速度跟这个档案大小呢会比较大，因此就是你要多花一点时间来下载这一个语音的引擎。那只要下载了这些以后呢，我们其实就可以马上来执行这个功能了哦。就是这个 Chrome Translate 就可以来直接做执行了。那我建议几个选项可以这样子来勾选的哈，就是这个自动翻译哦，你可以把它打勾。那这样子只要我们按 Hotkey 哦，Ctrl Alt E 或是 Ctrl Alt O，它就会直接把内容贴进来，就会马上直接做翻译哦。然后另外在设定上面哈，这些你要使用的语言呢，当然都是可以直接再来这一边勾选的哦，在它左边跟右边都有这一个一个铅笔的符号，你就可以来勾选你需要的语言。那在设定里面还有一些地方可以做设定的哦，比如说你希望这个显示的这个中文字要大一点的话，你可以自己来这边调整它的字体。然后还有 OCR 呢，你要来勾选你要使用的语言。那语音合成的引擎呢，你可以要来选择你到底是要用 Google 还是用这个 Yandex 或者是 Bing。那目前我使用起来哦，似乎只有 Google 会比较正常哦。好，然后快捷键的部分，你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哦，自己来更换这个快捷键哦。那它变更的方法很简单哦，就是你点击了某一个功能以后，然后在这个右下角这边呢，会有一个清除快捷键的功能哦，先点下去，把原来的快捷键给移除掉，然后接着你再按下你希望它使用的按键哦。比如说我现在把这一个即时翻译的这一个按键呢，把它改成 Ctrl Q， 那然后你看到这个 Ctrl 加 Q 以后呢，再点击这一个勾选符号，这样子它就生效了，它就存进去了。好，那点击 OK 以后呢，你的这个快捷键就已经马上就生效了。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给大家的这一个很方便哦，你在阅读 paper 的时候的一个翻译的小工具哦 ，Chrome Translate。那希望对大家在平常阅读文件的时候能够有一些帮助。那今天就介绍到这边，谢谢各位。